乌军伤亡人数超过50万，俄乌冲突关键时刻，乌军还有多少兵力可用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首战20分钟就投降，乌军还有多少可战之兵呢？真实情况超出了想象。近期有媒体爆出消息，虽然有不少乌军士兵在英国接受过军事培训，但是在俄乌战场上，这些未经沙场的乌军士兵却在参加了战斗仅20分钟之后就向俄军投降了。消息一出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乌方当然不承认，觉得这是俄军想打击乌军士气而故意编造的谎言。但是此前乌克兰国防部长就承认，会派遣年轻以及缺乏经验的士兵赶赴前线，以补充阵亡的士兵。而且根据被俘的乌军士兵回忆，虽然他们被安排在国外受训，但是仅只有21天的时间。从这些被俘士兵的描述来看，其实是能够与乌克兰国防部长的话对应上的。在心理层面和实战层面都未做好足够准备的情况下，就被拉上了战场，所以战斗了20分钟就投降也不难理解了。有西方媒体透露，在今年1月17号之前，乌军的阵亡人数就超过了25.7万。这个有零有整的数字看上去非常真实。乌军的阵亡人数真的达到这么多吗？其实在去年11月底，乌方自己就爆出阵亡人数超过了10万。但从一般情况来看，这个阵亡数据是不可信的。毕竟如果按照真实数据来报，很有可能会造成民众的恐慌情绪，甚至影响到整个战局。前些时候，世界著名的以色列情报机构莫萨德披露了俄乌双方的战损，其中乌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40万。要知道，以色列一直都是站在乌方的，并且还给乌军提供过援助，所以莫萨德披露出来的数据是有一定可靠性的，甚至还不排除莫萨德帮助乌军粉饰了一下。距离莫萨德披露双方战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十天，而且在这些日子里，双方激战对抗的场面并没有停止，特别是在巴赫穆特地区，对抗的惨烈程度远超过想象。近日，乌克兰军方就透露了一个消息，俄军在1天之内的阵亡人数就超过了1000人。我们就当这个阵亡数字是真实的，但是要知道的是，俄军一直占据着优势，特别是近日俄军又动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对乌军进行了袭击。从这些情况来看，乌军的损失应该是远远超过俄军的。如果按照这种损失程度来推测，乌军在这几日的伤亡数字不会太小，甚至按照摩萨德给出的战损报告来推测，乌军伤亡人数或许已经接近了50万。要知道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，乌军的人数在20万左右，虽然经过了多次动员，现在的总兵力可能超过70万。在莫萨德的战损数据中，也可以清楚地指出，乌军参战人数在70多万，如今仅是伤亡人数可能达到了50万，也就是说，超过65%的乌军士兵已经不能参加战斗了。再加上后勤补给需要的士兵，以及大量城市必须配备的最低兵力，如今乌军在前线到底还有多少可战之兵呢？大家虽然不能很准确地说出来，但是真实情况相信已经超出了想象。特别是近期乌方有传出2个消息，乌军不但征召伤残人士，而且还向乌克兰海外难民发出了传票，要求他们回国参战。从这2个消息足以说明乌克兰缺兵少将的局面非常严重。再结合俄军有突破巴赫穆特战场的迹象，如果乌克兰不能尽快补充兵源，解决这些隐患出口，很可能就要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